丰臣秀吉平定了四国和九州，又就任关白，目光自然是看向了最后的威胁，也就是关东和东北。在东北，对米泽城的伊达政宗和山形城的最上一关，只需要拉一个打一个就行。而在关东，既然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还维持着青州同盟，那么敌人就是100年前由北条早云创业，经历了5代100年控制关东的北条氏了。当时的北条氏虽然家督是北条氏直，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他的父亲北条氏政的手中，而且他们对秀吉表现出了一定的反抗态度。他们的计划可能是拉上伊达政宗和德川家康，共同对抗丰臣秀吉，实际上形成关东和关西对立的局势。为此呢，北条家将德川家康的女儿娶进门，结成同盟。然而小牧长久手之役的结果改变了一切。家康先是与秀吉的妹妹续吉结婚结盟，形成了类似于当初德川家和织田家的关系。家康也开始劝说北条家投降丰臣家，多次劝说无果之后，德川家甚至威胁北条氏政和北条氏直父子，如果他们还不上洛去给秀吉拜码头，那么就请把德川家的女儿还回来，这是要断绝同盟的意思了。尽管如此，北条氏政还是决定只派他的弟弟九山城的城主北条氏规上洛，他本人和北条氏直都没有去。老大开 party， 你总统总理都不去，只派个部长去，那意思就是打脸不给面子吗？秀吉他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肯定已经容不得北条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天正17年10月23日，北条家进攻真田家的明湖桃城。首先，真田家已经向秀吉拜过码头了，人质也交了，算是秀吉罩着的。而且秀吉专门出面调解德川家和真田家的矛盾，就发生在今年的春天，可以说盟约都还是热的。而且早在2年前，秀吉就以关白的名义发布了关东奥两国总无事令，禁止关东和东北的大名私斗，这是丰臣秀吉统一天下的象征。虽然进攻明湖桃城的事，北条家高层自己知不知道现在还两说，但是秀吉算是抓到了机会。事件被解释成了北条家对于丰臣天下的严重挑衅。1个月之后的天正17年11月24日，丰臣秀吉以关白身份向北条氏政和氏直父子发出了5条宣战布告，而且第1条就是你们北条家当初上洛时如此失礼，我看着你们是骏河大纳言家康亲的亲戚才没有追究可以说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丰臣灭北条的小田园征伐战争正式开始。我以前专门做过视频介绍这场战争的海战部分，感兴趣的话可以回看这个视频。顺便一提，猴子这个人其实是很记仇的，以后有机会我会专门做个视频。我们的频道1年前从绿帽奴秀吉开始，半年前做了家康脱粪，再到1-2个月前的黑心老板姓禅，下次的黑历史视频又该轮回到秀吉了吗？言归正传，天正17年12月10日，秀吉在居乐地召集了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等人，开攻打小田园城的作战会议，各大诸侯都亲自或者派人参与旁听。最终的结果如下：第一，任命长树正家为兵粮奉行，以2万枚黄金，在伊势、尾张、山河、远江、骏河5国收购大米20万担。第二，整修东海道的各个驿站，拨50匹军马作为驿马传信。我估计这是家康提议的，但是没有想到秀吉已经打算转封他了。第三，出征时间定为天正18年2月1日至3月1日。第三，由伊势以东，包括东海道及其周边各国，加上晋江、美浓所有的大名，都要从东海道参加进攻。由德川家康率领3万兵力作为先锋，大将为丰臣秀吉率领主力部队14万人。第五，越后和信浓出大名，要从东山道南下到上野5站，真田昌信为先锋，大将为前田利家和上杉景胜，总共3万5千人。第六，中国、4国、冀伊、伊势各国派水军沿东海道走水路包围小田园城，共计1万人。决定了这些之后呢，秀吉走向房间角落坐着的刚刚成为了独立大名的真田昌信，对他说：中山道的先手就拜托你了，相当于正式确立了3路部队的作战顺序。另一方面，秀吉的主力部队以家康为先锋，无疑是为了让家康明确的与北条家断绝关系，以此测试他的忠诚度。毫无疑问，家康也非常清楚地收到了这个信号。为了进一步展示他对秀吉的忠诚，会后家康告诉秀吉，他会把自己的3儿子长丸交给秀吉作为战争时期的人质，这个儿子将会是德川家的继承人。秀吉没有想到家康会做到这一步看来是有备而来。后来秀吉在居乐地中为长丸元服，赐予自己名字中的秀字，为他起名德川秀忠。天正18年2月7日，德川军出阵。3月1日，丰臣秀吉率领14万大军从京都出发征伐小田园。战争的过程就不在这个视频中说了，可能以后做成沙盘推演再做视频吧。
今天我最想介绍的是关于小田园征伐的几则有趣的轶事。第一是僧侣预言北条将亡的故事。我以前做过视频介绍北条家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非常自律勤奋的风格。制度化在北条5代的前期是北条家与其他大名竞争时的高度管理优势，也大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是在北条失政的时代，有一位僧侣在去关东的途中在小田园城住下。当时他看到刚刚发布的新法令的告示牌，摇摇头说，看来北条家已经走到了末路，这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前兆啊。听到这句话，贴告示的奉行便邀请了这位僧侣到他的家里，端出茶和点心，询问他这么说的原因。一般来说，战国时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直接作为叛逆分子的现行犯，但是似乎北条家对下比较宽松，也有可能因为他是僧侣嘛。总之，奉行先问他刚刚说的是预言还是忠告，僧侣回答说是忠告。奉行又问道，是新的法令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会说国家要灭亡了呢？僧侣回答说，法令都是正确合理的，但是我其实30年前也来过小田园城，那个时候还只有5条法令，但是这次我来发现法令增加到了30条。如果大民德高望重，百姓自然会平心静气的生活，即使法令少，也不会有太多违法的人。但是如果大明的统治失败，民间的戾气就会很重，以身犯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正因为这样，大明才会为了减少犯罪而增加更多的法令，又会用模糊的法令来惩罚更多的人。但是这只会使得百姓变得更加不安，人们会越来越希望有个更有能力的大明来替代现在的。所以法令越来越多，就是百姓和大明的心越来越远啊。以后打仗时要靠百姓的，那还怎么能得到帮助呢？因此我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国家将要灭亡的前兆。奉行在工作汇报中仔细地记下了这些话，这个故事被记录在武将感状记中。第二个要说的轶事是御马名人德川家康的故事。在小田园之战的过程中，那时丰臣军中盛传德川家康乃是大将中的御马高手。有一次，同样作为丰臣军先锋的丹羽长重、长谷川秀一和枯秀正3人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发现这里向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山谷中的德川家康阵地。士兵们于是请求停一下，他们想看到德川家康骑马的场面，长长见识。将领们就答应了。家康阵地所在的山谷呢，有一条河流，为了到达对岸，必须通过一条狭窄的步兵行军桥。如果能够骑马通过这种桥的话，那肯定是相当高超的御马技巧了。连德川军的将领们都在此下马步行过桥。就在这时，他们看到家康骑着马来到了桥头，丰臣军的士兵们屏息以待。然而家康迅速的下马，叫了一个手下过来背自己过河。3名将领于是对士兵们说，家康殿下不愧为御马高手，御马和行军是一样的，不去做危险的事才是真正的大将风范。有家康殿下在，我们何愁赢不了战争？妈的，自古以来中层管理者们都是这么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呢，被记载于赖宣清言行录。第3个要说的轶事是未雨绸缪的内藤正成。在攻击小田园城的时候，家康军负责攻击城的东侧，各个部队都在准备进攻，但是唯独内藤正成完全没有准备，反而带队朝着东边的海岸移动。到了海边，他发现有很多破船，下令自己的士兵把这些破船的木板搬回到营地里去。其他大明的士兵见状嘲笑说，怎么还有这么小气的大明，莫不是连这些破木板也要收集起来带回到自己的领地？但是内藤正成之后的几天呢，也是持续命令士兵们收集木板，直到有一天军事会议上，有将领提出想要先占领曲轮，但是阵地到曲轮之间的沼泽地得想办法安全的渡过去。这时内藤正成站起来说，我在阵地里收集了不少海战的破木板，可以用来制作成木筏渡过沼泽。而后小田园城的曲轮被德川军成功拿下，这个故事被记录在《翁物语》中。怎么样呢？壮大的日本战国历史其实也只是人的故事，当事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只是尽力的做好自己而已。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